殿下，我们到家了，我扶你下来吧。不用了，李维，我自己就可以。欢迎阿尔莎殿下回宫。不用这么夸张吧？你总算回来了，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？我错了，这不是学校不让带宠物吗？好了，要叙旧，到时候慢慢叙。来人，送殿下回宫。是，等等，这是我的寝宫？如假包换，殿下。我这才离开皇宫2个月，用得着这样吗？比起别的皇女们，这都不算什么。好了，殿下您跟我来。殿下，热水我已经给您放好了。殿下，就让奴婢们服侍您洗澡吧。别脱我衣服！哎呀，殿下真是太害羞了。我不要按摩。我今天是不是回错地方了？不然这一桌的山珍海味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殿下，这桌菜可是我亲自为您烹饪的，您快尝尝吧。喏，我自己来就好。还挺好吃的。那殿下你多吃点，吃完还有哦。2个月没回宫，居然能享受到这上帝般的待遇，简直是太舒服了。啊，这阳光也太刺眼了，还是去把窗帘拉一下好了。立维，他看起来很累的样子。对啊，我所享受的一切全都是立维亲自为我准备的，也该轮到我为他做些什么了。殿下，好长时间没有像这样一直待在立维你的身边了。真拿您没办法。殿下您可以帮我一起摘花，不过要小心花刺。没问题。不过为什么突然要摘花呢？因为星雨节快到了呀，这和殿下您的母妃也有关系呢。10年前星雨节的时候，殿下您的母妃还在世，当时的星雨节庆典采购了一批用于装扮庆典会场的花，可没想到却出现了问题。皇妃殿下知道后，便将自己亲自养的花送给了他们，结果大家都抢着想要。据说当时好多人带着这些花给自己心爱的人告白都成功了，后来大家便称这花为爱神之花。今年星雨节的庆典负责人来找我，说想要皇妃殿下花圃里的花把爱神之花当做一种传统延续下去。皇妃殿下在天之灵若是知道，也一定会开心的吧。原来我的母妃和星雨节还有这样的渊源啊。对了，立维，我有件事想问问，你还记得10年前星雨节最受欢迎的摊位是什么吗？最受欢迎的摊位吗？我记得是一个大型歌舞团的表演摊位吧。当时他们做了许多好看又特别的表演，所以吸引了不少观众呢。歌舞团表演，这没法参考啊。就算我要表演，也大概率比不过专业的歌舞团啊。要是奥萨在就好了，他一向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鬼点。猜猜我是谁？奥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回来，特地来找你玩啊。话说姐姐，你们是不是在摘花呀？不如我也来帮忙吧。摘花？你那叫辣手摧花还差不多。奥萨殿下，花已经摘得差不多了，您还是和埃尔莎殿下一起去玩吧。可是，殿下，你也不想看到这片花园惨遭奥萨殿下的毒手吧？好了，你们去玩吧啊！剩下的事情交给属下就是。既然立维都这么说了，奥萨，我们走吧。好啊。姐姐，我最近又搜集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玩具，我带你来看看。他2个月没来，
你的玩具房怎么都堆满了？因为我这段时间收集了很多特别的魔法玩具啊，就算是不懂魔法的人，用魔法玩具也能实现出魔法效果哦。奥萨他从小就想学魔法，却因为诅咒的原因没办法学。你说的我都好奇了，能实现魔法效果的玩具我还没见识过呢。就知道姐姐你会感兴趣，这些魔法玩具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喜欢的。大人小孩都喜欢。话说回来，星雨节庆典最受欢迎的摊位，可不就是要大人小孩都喜欢吗？奥萨，你觉得哪些玩具是最特别最好玩的？哦，最特别最好玩，那就非托尼莫属了。这是食人花。嘿嘿，托尼，给我姐姐展示一下你的实力吧。这食人花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托尼好像把你当做我来打扮了。不过姐姐，这身打扮还意外的蛮适合你。托尼就是可以实现变装效果的魔法玩具呀，他会做出最适合你的造型哦。就这不就是变装魔法而已吗？干嘛弄得那么吓人？你不觉得这样很有趣吗？也对，这可是奥萨的玩具啊，当然要符合他恶趣味的口味。还有别的玩具吗？别的嘛，嘿，这个玩具可是我的宝贝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让你见识见识。这道光线，这里啊，奥列斯帝国最亮的仔奥萨。哦，过奖过奖。你之前不是在占卜物测姻缘的吗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不对，你这口音也不对啊。诶，没有想过你竟然见过我大表哥啊！但是我跟你说，大表哥测姻缘没有我准的哇，不如我来帮你算一卦啦。因为你天生丽质，自带桃花体质，根本不愁姻缘呢。而且你的真命天子啊，已经出现在你身边了。真命天子，你给我说清楚，那个臭男人到底是谁？拉过。奥萨，为什么你就没有正常一点的玩具啊？不是你说的要既特别又好玩的吗？那边还有好多玩具呢。啊，怎么感觉那里有很微弱的灵气？姐姐，你在找什么呀？找到了，这是巨灵草的种子。也不知道这巨灵草要多久才会发芽。没想到奥萨竟然会有巨灵草的种子，不过他好像完全不知道这种子是怎么来的。说起来，爸爸的如梦园里种的都是巨灵草呢，而且巨灵草对于爸爸来说好像有很重要的意义。爸爸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巨灵草呢？殿下，殿下，这里有一封您的信。信？是安仔寄来的信，邀请我去参加福利院的生日会。立伟，快帮我准备马车，我要出宫。是。大家好呀，姐姐真的来了。姐姐好。谢谢你们邀请我。所以今天的小寿星是哪位啊？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礼物哦。怎么了？怪我没在信里说清楚，其实今天是福利院里所有孩子的生日。啊？福利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，所以大家就把福利院建成的日子当做自己的生日来庆祝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惜今天只带了一份礼物。不过既然今天是大家的生日，那不如今天我给你们做一样好吃的，当做生日礼物怎么样？莎姐，你堂堂一个公主，进过厨房吗？可别把我们家厨房给炸了啊！不信？那我今天还非要露一手给你们看了。姐姐，我带你去厨房。哎，不是吧？他还真打算下厨啊？他揉面粉的动作这么熟练，看来是真的下过厨啊！我来帮你吧，你打算做什么？长寿面，在我那边，生日就一定要吃这个，寓意健康长寿。你那边？糟糕，
一时嘴快说漏嘴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母妃那边，这是我母妃家乡的风俗。平时都没听你提起过你的母妃，她是怎样的人？说起来，我对母妃的印象大多来自于丽薇偶尔提起的只言片语中。可其实，她是谁？是哪里人？又是怎么和我父王在一起的？这些我都不知道。哎，等等，莎姐她好像和我一样，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。哎呀，我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那个，不是说要做面啊？要怎么做？哦，对哦，面揉的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就是拉面喽。你看，像这样把面团拉成一条条均匀的面线就好了。啊？看起来似乎不难，我也来试试。不难。第一次，难免失手。哈，你手上也有面粉，别动，我来帮你擦。为什么？他一靠近我就浑身不自在，想推开他，可手又不听使唤。房间我们已经布置好了，姐姐，好吃的你做好了吗？快了，等我拉完面就可以煮了。那我也来帮忙，还有我。你们又来凑什么热闹啊？怎么说话的？说不定他们做的比你还好呢。姐姐来教你拉面，我们一定能比得过你安德里哥哥。好，长寿面做好啦！哇！今天被孩子们玩了一天都没觉得累，怎么一回宫就累得想睡觉了呀？啊，爸爸和八皇姐。父王，我怕您着凉了，给您带了件披风。不用了，我不冷，倒是你还是快点回去吧。可是，还是算了，再继续下去只会惹父王不快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天这么晚了，父王也要早点回去休息。你走吧。看来想要讨好父皇，还是不适合用这种方式。这个八皇姐果然不简单啊！什么人？艾尔莎，爸爸，你不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也是用这个魔法把我吸过来的呀。你竟然还记得？不过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个嘛，我去参加安德里他们福利院的生日会，刚刚才从宫外回来。安德里，下次不准这么晚。爸爸，你不也是这么晚了还跑来花园吗？而且还穿着这么单薄，也不怕着凉。爸爸，你还是赶紧回宫吧。走吧。爸爸，你这不是回寝宫的方向啊。我先送你回去。爸爸，你从我这里回去要走20分钟呢，万一感冒了怎么办？你在这里等等我，我去给你找件披风。爸爸，久等了。我从来没见过爸爸露出那样的表情。这个，你是从哪里找到的？我从奥萨的玩具房里找到的。难不成这是爸爸送给奥萨的礼物？不是，这是你们母妃送给你们的礼物。陛下，你看，聚灵草的种子。等孩子们出生以后，每年他们的生日，我就给他们种下一颗聚灵草的种子，让这些聚灵草陪着他们慢慢长大。等他们再大些，我还可以教他们怎么种聚灵草。就像当初你教我那样。哼，你可别说我教过你啊，我才没有你这么笨的学生呢。如梦园里的聚灵草，难道不是我种的吗？那些也就勉强合格，孩子们肯定比你厉害10000倍。艾尔莎，你这花盆里种的是聚灵草？是啊，我拿到种子的时候就想试着种一下，我有认真的每天施肥浇水，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长出来了。你这样是种不出来的。
想知道怎么种的话，明天来如梦园吧。自从那次误闯如梦园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。毕竟这里可是皇宫的禁地。啊，那是……爸爸。你来了。爸爸，你该不会是在亲自打理如梦园吧？闲暇时打理一下，就当做是放松了。爸爸看起来做这些很熟练啊。说起来，如梦园可是皇宫禁地，除了爸爸也没有人会来。别发愣了，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你不是想知道巨灵草怎么种吗？你看，这是巨灵草花苗。啊，种在水里？巨灵草的种子一开始要放在水里发芽，然后才能移植到土壤里培养。像你直接种在花盆里，是种不出来的。爸爸，这该不会是你昨晚拿走的种子吧？放在水里1个晚上就发芽了？当然不是，种子发芽也需要时间的。这些是我之前培育好的，你们的种子在那里。我们？是指我和奥萨吗？来，我教你怎么移植这些花苗。好。巨灵草对土壤的要求也很高，这里的土是专门养过的，最适合种巨灵草的土。花苗不能埋得太浅，也不能埋得太深。感觉这样的爸爸和平时一点也不一样，少了些冷厉凌人的气势，却多了些平和温柔的感觉。发什么呆呢？我讲的那些都认真听了吗？当然，爸爸，我也来试着移植1棵花苗吧。等等，还漏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我种的。15年前，奥勒斯帝国边境遭到周边小国联合入侵，我带领的军队却遭遇了围剿，他们将我逼上了悬崖。去死吧！而我不顾他们，不幸坠落悬崖。可正因如此，我才有机会遇到你的母妃，丽莎。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这里是哪里？你是谁？不想死的话就不要乱动。他的眼睛，红宝石瞳，你是？是啊，我就是传说中的不祥之女。怎么，你很害怕？我也不想救你，浪费我的时间又浪费我的药。你为什么要救我呢？还不是因为你摔下来砸坏了我的巨灵草花田。我是等着救醒你找你算账呢。好了，快起来喝药，你快点给我好起来，我可不养闲人。那时的我只能留在丽莎的家里休养。起初因为她是不祥之女，很防备她，她也同样很不待见我。开始那段时间，我和她之间的对话少之又少，我只知道她似乎是一名医生。也许因为她是不祥之女，所以一直以来都过着独自隐居的生活，几乎不和外人接触。她性格孤僻，脾气又坏，那时我对她的印象几乎跌到了谷底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她其实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虽然嘴上说着难听的话，可她一直都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这个病人。在她的悉心照顾下，我的伤也逐渐好转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开始发现丽莎几乎每天早出晚归，而她每次回来都带着不少食物。那时从未被钱财所困扰过的我才猛然发觉，我是靠她挣钱养着。你拿去换钱吧，如果你有难处的话可以告诉我，不用什么都自己解决。你看不起谁呢？谁要你的东西？你之前不是说要我赔偿你的花田吗？这个就当……闭嘴，好好吃饭。你一个病人少操心这些，赔偿的事等你身体好了再说吧。尽管他说不需要我操心，可是
我又怎么可能真的白吃白喝呢？丽莎医生，求求您救救我的孩子，我全部的积蓄都给您，求求您！孩子给我看看。还好，再晚一点，孩子真的得出事。丽莎医生，谢谢您。这是孩子的药，1天3次。丽莎医生，那个钱您还没收呢。丽莎医生，丽莎医生，上次多谢你给我家老头子治疗了。虽然咱们穷，给不起治疗费，但也不能占您便宜。这是我们自家种的蔬菜，您拿回去尝尝吧。丽莎医生，多谢你上次救了我家孩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谢谢，我用不着这些，快拿着吧，不要和我们客气。我来拿吧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无聊，出来散散步。你刚刚一直在隐藏自己，是怕大家知道你的身份吧？既然你害怕身份暴露，为什么还要坚持给他们治病？看不出来，你竟然这么善良。我可不是什么善良的人，我救他们只是为了挣钱而已。不然你以为这些食物是怎么来的？明明1分钱没收，还非要嘴硬。这段时间麻烦你了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吗？我还真有件事情想找你帮忙，这种事情没点体力可不行呢。你说想找我帮忙的事情，就是让我帮你种巨灵草？对啊，你当初摔下来的时候，可是砸坏了我好大一片巨灵草呢。我平时制药都需要用到巨灵草，难不成你现在想赖账吗？没有，我做就是了。行，我教你怎么种，我只教1次哦。是你母妃手把手教我怎么种巨灵草的。所以说是母妃她美救英雄，救了爸爸，然后你们在培养巨灵草的时候，顺便培养感情，对不对？人小鬼大。不过你倒是猜错了，其实那之后我很快就走了。啊？毕竟那时还在战争中，我身上还有责任，注定不能久留。那时候我通过特殊的方式获取了紧急军报，必须赶紧离开。我走的时候正是深夜，没好意思打扰你母妃，只好不辞而别。后来当我再回去想找你母妃道谢的时候，她却已经离开了那里，人去楼空。那爸爸，你后来是怎么和母妃在一起的？后来我们的重逢还是因为巨灵草。我找不到丽莎的踪迹，便暂时启程回国都了。结果我在回国都的路上，发现有些穷苦人家在种巨灵草，直觉告诉我，那也许是丽莎教他们种的。询问之下，我果然发现了她的踪迹。我顺着丽莎留下的这些巨灵草的踪迹一路寻觅，最后在国都附近一处隐士的山谷中和她再次相见。所以如果没有巨灵草，我和你母妃也许就不会再次重逢。我不去找她，也许后面也不会发生那些事。爸爸说的是母妃去世的事情吗？母妃，她究竟是因何去世的呢？爸爸，看样子母妃的去世对于爸爸来说，或许也是一段沉痛的回忆吧。爸爸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要是爸爸你没有去找母妃，那就没有我和奥萨了。爸爸，我和奥萨这么聪明伶俐、活泼可爱，你忍心不要我们吗？你说的对，你们都是他留给我的宝贝，我怎么可能会不要你们呢？太好了，父王的情绪总算恢复过来了。爸爸，我明天就得回学校了，我刚刚种下的巨灵草就拜托你照顾啦。陛下，皇女殿下，微臣已经吩咐下人备好晚餐了。走吧，去吃晚餐。等等，爸爸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因为今天是我放假的最后一天，所以丽维她说了会给我做一顿大餐。她今天做的都是我爱吃的菜，还有我最喜欢的她亲手做的草莓流心蛋糕。既然如此，你便回去吧。那我先回去了，爸爸再见。皇女殿下和丽维的关系可真是亲密呀。你什么意思？皇女殿下和丽维的关系绝对比不上和您的关系亲密。
但为什么我明明都邀请他了，他回教前最后一顿晚餐还要和他吃？皇女殿下刚刚说了呀，立维亲手做了他最喜欢吃的菜嘛。亲手做的？陛下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哇，殿下，今晚的菜品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。辛苦你了，立维，你快坐下，我们一起吃吧。那我去开灯了。国王陛下驾到！皇女殿下，这是国王陛下特意亲手为您制作的一份甜品。哪个男人竟然亲自下厨？国王陛下那下厨的姿态动作，如行云流水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而且，陛下为了能做出皇女殿下您最喜欢的口味，创造了一道全新菜品，真不愧是陛下。虽然大臣这么说，可是爸爸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很没有说服力啊。好了，你先看看合不合你的口味。这可是爸爸亲自为我做的甜品，无论做成什么样，我都必须吃掉才行。哇，这是爸爸做的，好厉害！那当然了，我们国王陛下可是奥勒斯帝国万年一遇的天才。国王陛下仅用3秒就记住了菜谱，并且完美还原了这道甜品的模样。让我来尝尝爸爸的手艺。等等，殿下，您是不是忘了您最爱吃的草莓流心蛋糕呢？国王陛下，殿下他向来吃惯了属下做的菜，其他的菜未必合殿下的口味呢。爸爸、立维，你们不要吵了，2个味道都超级棒。你先吃了哪个蛋糕？啊，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吗？我先吃谁做的蛋糕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对我的心意我都接收到了，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很重要的亲人，但又有一点不一样。立维，你对我来说就像是阳光雨露，一直用心照顾着我成长，而爸爸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，在我成长中为我遮风挡雨，让我能安心依靠。如果非要我在你们之间做选择，小孩子才做选择呢，大人全都要。好啦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就一起吃晚饭吧。